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天，我看看，我算是一个小城市小康家庭吧，家庭氛围很好，父母也都给了我最好的，他们能给的。我看看啊，我发现我长大了以后变得越来越普通，到了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吧。我觉得这个词可以概括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家庭、学历。所以呢，虽然我才20几岁，但我好像可以看见我未来的全部的人生了。不可能，不可能，你能看见？那你给我讲讲，明天能不能买英伟达？你给我讲讲，你能看见？不可能啊！你讲讲以后这个机器人会怎么发展 ，AI 会怎么着，能用不能用，家用能不能家用？你能看见？不可能了。在一个普通的公司当一个普通的员工，赚着普通的薪水，过普通的一生。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要，普通的这什么歌？我这脑子里都是什么东西？普通的，就在我的燃烧，普通的，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要。哎呦，我小时候真应该学钢琴，我这脑子里都乱七八糟，这什么呀？这都是没有受到音乐熏陶啊！大家都说普通没什么不好，是啊，我父母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旅游，体验过高级的餐厅、酒店，我也没缺个啥，导致我这个人也没啥动力，但是欲望却在不断的变大。你没有动力，欲望却在变大，啊，身体还在拼命逃，可欲望在燃烧，这对吗？我想要更物质的生活，但我知道，当我自己工作后能维持我现在的人生就算不错了。你还没工作呢？你是不是还没工作呢？哦，我说的呢，你工作了就知道了，工作了就知道了，普通已经很难了啊，你还没工作呢，明白了？我不是一个能靠吃苦去奋斗的人，我也没什么爱好，那你到底要干啥呀？你这种情况，朋友，你这种情况只有受骗一条路了。没动力，欲望大，想过物质的生活，吃不了苦，没什么爱好，只有上当受骗一条路在前面等着你了，朋友啊，很多骗子在前面等着你，标准的用户画像，目标客户就是你，家境殷实，家里有钱，太好了，骗的就是你啊！我也没什么爱好，对什么东西都是很淡很淡。那你要钱干啥呀？啊，你到底要钱干什么？欲望变大了，到底对什么的欲望？没这也不爱，那也不爱，你欲望大起来干啥呀？纯大干大，纯欲望，到底要干啥呀？这欲望啊！写完这些，我突然发现自己好自私。父母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生活，但我却这么消极。你如果真的是这位朋友，如果你真是心疼你爹你妈，你可听我劝啊！骗子正在前方的路上等着你，千千万万，做任何投资，买任何东西，问一下你爸你妈。然后自己卡里不要留太多钱，然后你爸你妈那个信用卡你不要办副卡，花大钱的时候找他们一下。行，你这人生跑偏不了到哪儿去。真有那么多骗子吗？为什么李诞的世界这么多阴影呢？你就相信我吧，我就不解释了，你就相信我吧。
比你想的多了啊！而且骗子不是说你们想象中的骗子，是不是都是那种往东南亚某个山沟里一待，手里拿个电棍，这儿带个电话，你是不是都是那样的？你以为骗子都那样？骗子看起来都是大部分都是很正常，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社交圈，什么都有。人家也有自己的工作，什么都有。人家就是有点什么事儿，你就愿意往上凑，最后你还有苦说不出来。小心啊，小心。至于人生的意义，你好好工作吧。普通的工作就已经很难了，你要能干上一个普通的工作就不错了，先干吧。然后呢，我建议你稍微把自己的这几个脑子里想的东西理清一点，这位朋友。如果欲望真的很大，那肯定是要这个钱是有个去处，要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对吧？你说我没什么爱好，但我听起来你好像去高级的餐厅和高级的酒店，你挺高兴的，特意提了一下。那可能吃好的住好的就是你的爱好，这也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你就花钱在吃上，你就去住你喜欢的好酒店，你去呗，没什么问题。你家里也有钱，不是吗？这不就是你的爱好吗？你不好意思承认，你觉得这爱好有点那啥是吧？是吧？你觉得这爱好有点说不出口了，拿不出手了。你觉得你是一个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人，不太好意思张口说我的爱好其实就是住好酒店，吃点好吃的。觉得这个有点卡脸，没啥啊，很正常，这有啥呢？是吧？好好挣钱，不是一个能吃苦的，那未必。你要真的爱到那个地步，那苦你也就吃了。苦这个东西很容易习惯的。刚开始挣钱还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后来发现稍微吃一口苦，哎，那边就长一点，再多吃两口，你多吃两口看，哎，2年以后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好好工作吧。又来一个见字如面，但见字如面。好，我想想你长什么样了？我想想，好。最近在家盯着返校要带的行李箱发呆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该找个人聊聊，想起我来了。我是个很懒的人，靠着点小聪明混进了全市的最好的高中以后，3年都忙着用诗歌和小说给教科书写悼词。我读高中期间看了差不多300部电影，70本小说，读到好句子就逼自己背下来，总觉得未来的某一天可以装作不经意的背出来，惊呆别人。就这样，我把省重点读成了文艺沙发，还全程孤高自傲，看不上身边的人，甚至把对每一个人的批判都提前在脑海里形成了夹带大段比喻句的文章，然后记下来，时不时的默背一遍。如果流利的全程背下来，就会洋洋得意。干啥呢？就等有人问你是吗？吓他们一跳是吗？最终，我以全班倒数第1的成绩挤进了一所末流211，摔进了，人家这用词。我的报应是以全班倒数第1的成绩摔进了一所末流211。选专业时被全家人按着头填了一个好就业的理科专业，然后浑浑噩噩的在这个大学里挣扎，做着毫无兴趣的事情，孤身一人。
献祭了乐观和睡眠，继续我的文艺病。平心而论，我并不是一个能够接受平凡、接受人生一眼望到死的人，只是我始终在踌躇，忙于用不满和逆反来对抗阴暗，这个过程中忽视了自我的意识。哎呀，我有一期播客，你可以听一下。直到今年年初，我决定去澳大利亚旅行。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国度，用自由和热情让我第一次学会了放下傲慢和纠结。干啥吧？自由和热情，跳伞了吧？游泳了吧？冲浪了吧？是不是？看动物了？跟袋鼠打架了？是不是？自由和热情，喝点酒。没有历史，让我第一次学会了用自由和热情，让我第一次学会了放下傲慢和纠结，真正的看见生活。我去跳伞，去冲浪，我不再担惊受怕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白皮肤被晒黑，不再过分悲观，不再身材焦虑。行，我跳一点啊，我跳一点，我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要逃到家里条件还可以，我一个连课都懒得逃的人，现在想逃到南半球重新活一遍，我支持你。经过了解知道，如果我真的要做出这一步，我就必须放弃现有的一切，从现在的大学退学。我支持你，拿出一部分我父母留给我的原本可以给我的躺平兜底的积蓄，去澳洲从本科开始念起。澳洲的本科不可能这么费钱。如果你父母给你留的是一辈子都可以躺平兜底的积蓄，那么拿出少少的一部分来读一下澳洲的本科，让这个躺平的过程有一点点自由和热情的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我替你做了，赶紧花了钱啊，给他花了啊。我害怕自己的懒惰，害怕自己只是3分钟热度。你别害怕了，你肯定会的，没事儿，在哪儿都不得劲儿，没事儿，多待点地儿。反正你在哪儿都不得劲儿，是不是？我支持你，我真心支持你。我可能前面读的有点那个，我是综艺效果啊，为了好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你，我多少还带点嫉妒啊，朋友，该说不说，我真是有点嫉妒你啊，快去吧啊！别的不说，你这个跳伞我就嫉妒啊，我这个耳压不行，我跳不了伞。最后无功而返，我怕到了澳大利亚继续荒废学业。你放心吧，你在哪儿都是好，都是荒废，甚至拿着昂贵的学费账单当诗歌本，没有问题。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让人羡慕的人生。快去吧！我又很害怕，如果我放弃了这一次机会，那么余生的每一个灰暗的时刻都会后悔此时没有勇敢，害怕我原本竟然是一个失败都懒得失败的人，害怕50年后的养老院里有个老太太念叨当年要是怎么样。我怎么看开头以为是个小伙子呢？小姑娘啊。当护士说该吃药了，别看我还有心情开玩笑，其实我快疯了。哎，但还是希望你一切都好，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希望被看到。快去吧啊，姐妹儿啊，赶去吧啊！哎，去吧啊！我给你讲点这个电影里不教的，你看这文学小说也不教的。300个电影，300部电影，70本小说里不教的道理，我给你讲点，小姑娘，姐妹儿，就是爸爸妈妈有钱啊，这很多人听了要生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这么无用的知识，但这个知识确实我觉得很对。这个知识，如果你的家里你的爸妈有钱，或者正在听的父母你们有钱，不要等老的时候留给儿女一笔遗产，
因为你老的时候，去世的时候，他也已经老了，这个钱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你就应该在他最年轻的时候，20左右，如果家里有钱，就应该先给他，就应该让他造，让他花。这个时候钱花的最值，你这个钱也不用去买什么投资房子，不是，就投资自己了，都花在自己的身上，好吧？你在听吗？所以你别觉得你花你爸妈给你留下来什么躺平的钱怎么样，肯定够用啊！你就现在花，你现在最年轻、最能体验的时候，心思最开阔，脑子最好用，身体最结实的时候，你就花，你就给他花了，你花不了多少，不就去读书吗？能花多少？做好一个富二代的理论知识，我是已经充分的具备了，我只是没有机会了。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吗？想想都闹挺，哎，牙根刺嘛，快去吧啊！没事在那个游泳啊什么冲浪的时候，拍点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给我私信照片发点啊，看看。真诚提问，花完怎么办？那你就是一位花钱天才，想必以后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你要干什么呀？你去澳大利亚，你干什么？你就跳个伞，冲个浪，上个大学能花完，你花不完。别那个，别认识什么坏朋友，你就是正常吃喝，跳伞，这怎么可能花完？你要干嘛？花不完。这富二代这种能花一辈子的钱，怎么可能因为这种行为花完？花不完。买点奢侈品，买点奢侈品，他还赚钱呢，气不气人？啊，但别认识坏朋友，别乱买。你要是真的就是去店里买，也花不了几个钱，最后也不会赔几个钱，问题不大。我就跟你们说，我真的我已经具备了做一个富二代的全部理论知识，该花什么买什么我都知道，我就是来不及了。哎。我就说到这些的时候，一低头，这跟故意气我似的。我这在那，我这说这些说的正着急呢，我一低头，这什么呀？你走远一点，你。这一走啊，这跟故意的似的。还有4分钟，还有4分钟，开玩笑，开玩笑，还有4分钟发券。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吧，刚刚这个姐们儿听劝啊，青春一去不回，赶紧，钱没了可以再挣，花吧，玩吧。交朋友注意，你喜欢文学就好好读书，好好看书，好好写作，也很难遇到坏朋友，是吧？你别那个啊，反正你注意这个搞艺术的什么的，你小心留神啊，自己多点鉴别能力。实在拿不准，你问问我啊。你在澳大利亚要跟谁交什么朋友的那种，你把他简历什么都发我给你看看，你照片发我就行，我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人坏人啊。你就这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是吧？年轻的时候有钱也太开心了，对不对？花呗，你说你50岁有钱还有什么用啊？羡慕，也没有多嫉妒，主要是羡慕。还有1分钟发券了，求交看面相，我吹牛呢，我会啥呀？他无论给我发个什么照片，我都会跟他说：坏朋友不要交。不容易吗？你就默认在异国他乡来主动靠近一个有钱少女的人是坏人，80%错不了吧？就蒙呗，概率比较大。发券，发券，发券，发券。等点啊，零碎碎，瞎碎碎。然后他还吃不准来问我，概率更大了，应该是坏人。这个很多就是相面什么相术啊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个玄学的部分，但很多就是这种江湖经验，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两头堵，挺容易的。他那个玄学部分我不知道，但大部分就是靠江湖经验就行了。蒙呗，你打叉不叉的？姐妹儿，刚刚这个姐妹儿，小姐妹儿，哎，我还要啰嗦吗？我其实不用啰嗦，哎，我啰嗦一下，可以适当的看点别的书啊。我也很喜欢看文学，哎，适当的看点别的书，就是我们小卖部这些书，你可以看看。我不是说你非得在这儿买啊，出去看看，看看什么巴菲特啊什么的啊，看看经济学，读一点。保护好自己，然后就享受人生就可以了。刚刚开始，你就享受一下，是的，你心里的那些敏感什么的，将来会帮到你。开开心心的，也不知道他在不在。我说这些他听没听？在吗？你在吗？你在不在？看看，感觉也不在。
感觉不在啊，保护自己，你就快乐去吧。这好几个人说在，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这已经影分身术了。好，对不出来了，哎，反正就这样吧，看缘分吧啊。蛋哥你好，现在是5:08，我的天，我刚喝完酒，很多话想说，你说，我没有什么疑问，我就是有点感慨，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跟我说，我是一名研二的学生，24岁，面临着许多人生的关键选择。在我读研的这一年，我成长了很多，我觉得我逐渐在成为一名大人，我很快乐，但我总是想喝酒，喝多了也不快乐。你算是问对人了。在我的读书生涯里，我一直被家人管控着。我把我的24岁视为叛逆期，我特意选了离家很远的学校。我看似过上了青春期时我所期待的生活，但现实并不是这样。虽然我为生活、情感和交友苦恼，但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我力争要做西西弗斯，哪怕那块石头永远到不了成功的彼岸，我仍觉得幸福。总的来说，我想告诉大家，做自己开心的事情。目前在我的世界观里，只要活着，永远都有希望。那太好，衷心之望，祝愿所有的朋友认真生活。春天是情绪波动的季节，希望大家坚持内心，开心生活。好嘞，少喝点啊。你要是能那个听劝的话，你听我的，就是心情不好别喝酒，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喝酒，然后别自己喝酒，跟朋友喝。自己闹心的时候就看书。春天是，他这说对了，春天是情绪波动的季节，确实是，大家开心一点啊。但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这个发现让我很痛苦，我该怎么办？关于傲慢的印象最深的是2个，第一是罗翔老师在他的书里反复提到，我们要努力和人性中的傲慢和虚无斗争。第二是电影《傲慢与偏见》里因为无意义的傲慢差点错过爱人的故事。我一直都觉得我也要尽量做一个不傲慢的人，但是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可能我好像就是有点傲慢。我有几件事，第一，有一天我爸妈需要我从我住的地方回老家，因为带了很多东西，买的也是很晚的机票，我就担心在落地之后没有问过他们，就直接找了一个可以接送机的宾馆。结果不出意外，他们不愿意去。其实事情到这里都比较正常，但是后面我做的非常糟糕，我对他们没有任何信任。我想当然的觉得他们会因为要省钱或者要省事儿，在机场待到天亮。我也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合适的车打车回家。然后我就疯狂的联系他们，他们也不听我的，也不跟我说他们的安排，我就更生气了。但事实上，他们其实也找到了个合适的车，也顺利回到了家。第二件事，我和几个朋友在微信里聊天，关于房租和买房。我在2线城市买了房子，他们在1线城市工作，房租很高。我就说，很多房租应该没那么划算。如果仔细算一下，有可能月供也不会带来特别严重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提到了关于收入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情况差不多，我就猜了一下他投收入。我以为这件事在我们的交情里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个朋友就非常反感，我也马上道歉了，但是他还是生气的退群了。虽然在那时候我没有深刻的意识到我到底问题在哪，但是我模糊的觉得我可能确实做错了很多，我就去找那个人道歉。他说我不仅是关于收入的问题说错了话，我现在特别傲慢，要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我反思了一下，我好像确实没有意识到，我好像越来越这样了。我觉得如果我的傲慢放任不管，我肯定有一天会酿成我后悔一生的大错，会伤害我爱的人，终有一天会伤害到我自己，我应该怎么办？你呀，这个傲慢嘛，人的心里呢，难免都有这样的魔鬼，是吧？守罪是吧？
大家都很难免都有这样的魔鬼。你得给他不是，就是你技巧上给他制服呀，技术上是可以制服的。比如跟你爸妈，这技术上怎么制服？你就不管他们不就行了？如果能做到爸妈也不管不操心，那些朋友你管他们干啥呀？啊？管就完事了，管他们干啥？谁心里都会有点傲慢，你不管不就好吗？你管他呢？关我什么事？是不是？培养点爱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实名制上网，你觉得你最懂的领域，我现在听下来好像你对房价这个问题颇有研究。你到小红书上发帖去，谈谈你对房价的见解，或者你别人帖子下面你去评论去，发表你的见解。你跟这个社会上其他傲慢的人，你们碰撞一下子，可能能给你治好。啊，多的是，你会碰撞一下子，没事，问题不大，碰撞两下就知道了。你一看别人那个嘴脸，你也就感觉到自己的嘴脸，慢慢就好了，就不愿意那样。哎呦，感谢。啊，慢慢就好了。哎呀，还有这么多！哇，再找一个情情爱爱的收个尾吧。喂，好长，这个先跳过，太长了。喂，这太长，找一个短的收个尾。喂，怎么都这么长？但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我跟他是打游戏认识的。认识的时候他是读博士，从我的城市去他读书的城市高铁4个小时车程，每个月见一次的频率就这样来来回回很多趟。哪怕是疫情的时候也没耽误过我的热情，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有争吵，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很合拍，所以就算吵得再严重也会和好。我们会一起吃没吃过的菜，一起去听伍佰的演唱会，去西北旅游的时候会开着车漫无目的的一直看沿途的风景。9月份他毕业工作了，我们感情所有的美好在他毕业以后都变了。他没有去高校工作，去了企业，他想要成功，但是我想要的只是简单的生活的感情。他经常应酬，结交各种人脉，变得越来越忙，我们能说的话越来越少，没有时间以外。我会理解他想要成功的心，我也理解一个普通家庭对高学历儿子
间里有我们最真挚的感情。最后我们只是做出了每个人想要的决定而已。写出这些话的时候哭成了泪人，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坚强，因为我觉得有过真挚的感情也是一种幸运。希望他好，希望我也会更好，但给我加油吧，加油，加油吧。没辙，这没辙，只能加油了。没事，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人生。那小孩，你们那个切的时候把那个前后都剪进去啊！我这个前面给人家一顿讽刺挖苦，别人小朋友他受不了了。本来是开玩笑，我怕他那个真听进去闹歇了就不好了，让他还是开心一点，好好花钱吧。我以为是个小伙子呢，我先挤兑一会儿应该没啥事吧，后来发我真看开头以为是个男孩，而且我还以为岁数应该不小，越看越不对，小孩呢怎么？哎，怎么成小孩了？感谢大家，我撤了，准备。小姑娘你也没少挤兑，那确实，那我确实战绩也是可查，确实。主要他是最后居然是很认真的问我，他要不要去澳大利亚读书？我以为就是说两句完了呢，人家是问了我一个人生大事，我很认真的认为应该去。行，早点睡吧，朋友们，早点休息吧，我也准备撤了。